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柑橘与百合，我是大家的主播 CC。今天是我们跨性别 FAQ 系列的一期。今天的主题呢是跨性别女性是不是在迎合性别刻板印象？这个话题呢，一直被讨论的很多，也是怎么说呢？是一些女权主义者有时候会对跨性别女性所表示不理解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怎么说各方各面的意见和考量吧。那么对于跨性别女性来说，我们如何呈现自己的外貌，它有怎么样一种状况呢？对于跨性别女性来说，大家经常谈的一个概念是可以 pass，也就是大家以一个女性的形象来生活，然后不认识的人看见你就会自动的把你归类为女性，这个就称作 pass 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跨性别女性或者跨性别人群 in general 来说呢，能 pass 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被 misgender，希望能被以自己所认同的性别来称呼自己。这样来说吧，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经常会被批评说像男人。那么这样的评论呢，是以一种侮辱性的评论被说出来的，也是被当作侮辱来接受的。就说一个女权主义者像男人，那么如果见到过这样的话语呢，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 misgender 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而跨性别人群呢，每天都在经历要被人 misgender 这样的焦虑，因此大家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跨性别人群这么讨厌被 misgender。那么对于跨性别人群来讲呢，因为大家面对的是主体社会，大家每天出门接触的人都是你随机碰上的人。那么对于跨性别人群来说呢，想要不被 misgender，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让自己的外貌打扮尽量的贴近主流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 transition 初期呢，大家都会有一点矫枉过正的倾向，所以呢，跨性别女性经常打扮的非常 femme， 就像化妆、长发、裙子、水手服或者萝莉装这一些，怎么说是那个流行文化里面比较 icon 性质的女性的服饰。这方面呢，在社群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外貌焦虑在被传播的，比方说对体重的控制、对脸型和身材的要求，还有怎样去化妆。这一点呢，实际上和顺性别女性的 community 是很相似的，在特定的顺性别女性的群体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外貌的焦虑在传播。那么你当然可以说，你想做一个女性呢，没有必要向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低头，你没有必要去迎合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但是在这一点上呢，顺性别人群是有自己的 privilege 的，因为对于顺人来说，你的性别认同别人很难去拿走它，因为主流社会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一种本质主义来看待你的。那么对于跨性别人群来说呢，你的性别认同就很大程度上需要靠你自己来争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贴近社会刻板印象，它未必是一种最明智的做法，但它可以说是一种最直接也效果最显著的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大家想要鼓励跨性别女性不去贴近刻板印象呢，请大家多给跨性别人群一些性别认同，告诉大家你不需要特别的 hyper femme 打扮的特别女性化，我们也会认同你的性别认同，这样呢对大家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事实上，推动跨性别女性很努力的打扮自己的焦虑来源的主要之一呢，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我称他们为厕所战士，就是会扒在厕所门口，试图来鉴别你是不是跨性别，到底有没有进这个厕所的资格。那么厕所战士来鉴跨呢，他们看的呢也无非就是脸型、手的大小、肩宽、身材、脸部毛发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么说大家就没有见过脸型线条比较硬朗，或者手比较大、肩宽比较宽这样的女性吗？只有是瓜子脸、纤纤玉手、身材纤细的人才是女性吗？这种试图鉴别你是不是跨性别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直接的加强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这些人对女性的要求呢，可以说是那些打游戏的宅男对游戏里面的女性形象的要求是一样的，要求女性
性眼睛大、腋下没有毛啊，脸型要尖、皮肤要光滑，都那些要求。比较讽刺的一件事情呢是，叽叽巴在厕所门口见跨的人呢，和指责跨性别女性迎合刻板印象的人呢，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波人。那么，请问你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看法呢？我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是，顺性别女性主义者，大家不能够理解跨性别女性为什么要穿着的贴近主流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所要求的形象。因为大家会认为我们很努力的想要抛弃的东西，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积极的想要捡起来？那么对于这样的想法呢，我想在这里做出一些回应。首先呢 ，to each of their own， 同一个事物呢，对不同的人来说，确实是会有不同的价值的。在跨性别群体里面呢，也经常会有跨性别女性对跨性别男性开玩笑说，你们的乳房不要了，割下来可以给我们。也不会有跨性别女性非常痛心疾首的对跨性别男性说，哎呀，这么好的你怎么不要了呢？对吧？因为同一个事物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确实可能是有不同的价值的。其次呢，对于刚刚开始 transition 的跨性别女性，如何呈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如何处理和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呢？这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成年的顺性别女性呢，大概已经有20年以上的经验来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如果她决定呈现一种女性气质呢，她有一套自己能够认可的呈现女性气质，并且自己能够接受的方法。如果她决定不去呈现女性气质，比如说一些女同性恋中的我们叫铁 T， 英文叫 dyke， 他们决定了去呈现出一种偏向男性的气质，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同时呈现男性气质这样的一个事实呢，他们能够去协调它。这些做法呢，都是需要一些思想斗争和勇气的。比方说像我呢，开始读博士，也就是23岁左右开始才学会了化妆。然后画了几年了，开始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就不画了。那么我呢，大概也是在20岁前半的时候开始决定不穿 bra 或者是穿比较宽松型的内衣这样的解放自己的身体。这些决定呢，都是在我在20前半甚至20后半才做出的。因为和社会刻板印象斗争呢，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此呢，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那么对于跨性别女性来说呢 ，transition 初期，她们对于女性气质和女性身份的认知呢，大概相当于顺性别女性的青春期。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希望能对大家宽容一些，因为大家需要时间去探索。事实上呢，比较成熟的跨性别女性，往往就打扮的没有那么的 hyper femme， 就没有那么的极端的女性气质。那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跨性别女性想要呈现女性气质，和顺性别女性想要抛弃一些主流社会上所认可的代表是女性气质的装束呢，这都是一种对于父权规训的反叛。在这样的前提上呢，希望大家能够达成一些和解。值得指出的一件事情呢，是迎别刻板印象这件事情这样的指责往往只是针对跨性别女性的，很少有人指责跨性别男性去迎合刻板印象。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情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人依然把跨性别理解成一种 cross-dressing， 就是穿着和自己指派性别不同的服装这样的一种癖好。而社会一向对于女性 cross-dressing 比对于男性 cross-dressing 的容忍度是更加高的。一个女性穿着男装呢，大家会觉得她帅气或者可爱，而一个男性穿着女装呢，大部分人对她的反应是这个人好恶心。而在大部分的影视作品里呢，女扮男装被认为是一种浪漫的 trope， 而男扮女装呢，往往是作为一种喜剧的元素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呢，它的背后的潜在假设就是男性气质是更好、更高贵、更加令人向往的。因此，女性想要男装呢，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而男性想要女装呢，则是一种可笑的事情。那么这背后体现出来的厌女思想呢，希望大家能够考虑一下。我还想讨论一下，一种角度比较刁钻的说法是，比较激进的性别政治的主张是废除性别二元论希望社会不再有性别二元这样的构架。那么有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呢，认
认为跨性别不应该追求一个性别认同，因为我们想要彻底的废除性别二元论，废除性别，那么跨性别人士也不应该再有性别。那这样的说法呢，和因为反对婚姻制度，所以不支持同性恋人士追求同婚这样的做法是一样的。能不能拥有一个很高尚，虽然可能离现实尚且比较远的理想呢？可以，但是如果你用这样的理想来要求当下最脆弱的那个群体来为你的理想站台，那么这个事实上的效果呢，就是去压迫了那个群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样的话术的人呢，往往会被认为只是找个借口来反同或者反跨而已。最后我想指出的一件事情呢是，如果顺性别女性去穿着一些非常 hyper femme 的装扮，比如化浓妆、穿高跟鞋、穿水手服、裸体装这样的装束呢，他们受到的批评肯定比跨性别女性受到的批评要少很多。喂，您好，您说什么？是这样吗？好的，知道了。好的，谢谢，再见。大家好，刚刚Red Femme 委员会打电话过来跟我说，顺性别女性做这件事情呢，也是要被他们指责是迎合刻板印象的。好的，那就没事了呢。最近推特上谈很多一个服美役的话题，所谓美役呢。大家就认为把女性呈现出一种刻板印象的女性气质或者女性美，称作是一种服役。那么服役呢，它就是一个 obligation， 它是一种你不得不做的事情，是社会要求你做或者政府要求你做，相当于兵役、劳役这样的一种意思。那么强制要求人不服美役和强制要求人化妆和打扮呢，它从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个本质呢，意思是指不给人选择的自由，剥夺了人的选择权。总会有人认为社运是在下一场大棋，而个人是这盘棋中的棋子，你需要每一颗棋子都发挥它的作用来实现你的目标。那么很不幸的，个人并不是棋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理想、矛盾，他们所需要达成的事情，他们所目前面对的困难。那么你要求每一个个人都去牺牲他们自己，而来达成你社运所达到的一个宏大的理想呢？这和社会运动的本质是相矛盾的。社会运动的目的呢，是为大家创造一个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如果愿意以社群利益为由而积极的去牺牲个人的利益，那么这离法西斯也不远了。对于女性气质和刻板印象来说呢，如果有人觉得踢掉高跟鞋能使她感到自由，那么我们就尊重她；如果有人觉得穿上哥特萝莉装能够使她感到拥有力量，那么我们也应当去尊重她。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被迫去迎合刻板印象，我们觉得他很痛苦，那么我们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去抗争，强迫他去贴合社会刻板印象这样的一种环境，而不是骂他不争气。你要骂他不争气呢，你至少应当承认你骂他这件事情只是你自己爽而已，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看到了这里呢，请大家点赞和订阅。我们今后会有更多的节目提供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评论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看到怎么样的节目。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再见。